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总是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有一点格格不入？你是不是也常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掉眼泪，觉得自己明明没做错什么，待人也很真诚，却总是不受长辈疼爱，甚至被亲人冷落？为了这个家，你大半辈子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伴侣和孩子，但换来的要么是无端的指责，要么是过节时一屋子的冷清，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更是像针一样扎在心里，让你常常怀疑是不是自己命格太差，注定孤苦无依。这份委屈真的让人特别心酸。但请你先擦干眼泪，今天的内容，我将用佛教的深层智慧为你解开这个多年的心结。看完接下来的内容，你将会明白，这种六亲缘薄的现象，不但不是老天爷的惩罚，反而是你这辈子拥有极大福报的铁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佛教的观点里，一个人如果六亲缘薄，往往意味着他即将迎来轮回里的最后一世。你想想看，如果你注定要在这一世看破红尘，开悟醒来，老天怎么可能把你安排在一个衣食无忧，所有人都把你捧在手心里的温室里？如果在那个环境里，你过得太舒服了，你还会想去追寻生命的真理吗？你还会想要超脱这世间的烦恼吗？答案是绝对不会。人只有在痛到极点的时候，才会想要寻求解药。所以，父母的偏心，伴侣的磨难，生活中的小人，他们其实都是来渡你的。他们用最残酷的方式颠覆你的三观，打碎你的执着，逼着你在满身伤痕中看淡这一切。这就是老天为你量身打造的功课。那些看似冷漠的亲缘，其实是在告诉你，你在这个世间的牵绊已经不多了。你不需要再花大把的时间去讨好谁，也不需要再为了世俗的眼光委屈自己。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好好面对自己，完成这最后的修行。当你明白这一点，你就会发现，那些你曾经以为的苦难，其实都是灵魂觉醒的催化剂。你不是被这个世界抛弃了，而是你即将超越这个世界。既然我们刚刚说了，六亲缘薄不是老天的惩罚，而是轮回里的最后一世，那你一定会问，难道我这辈子遇到的这些亲人对我的冷漠和伤害都只是一场戏吗？难道那些深夜里的眼泪，那些被至亲之人背叛的痛楚都没有任何意义吗？为了让你更透彻地明白这个道理，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佛教里非常震撼却很少人知道的经典公案。这个故事能赤裸裸地揭开亲情，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你看到生命轮回中最真实甚至有些残酷的底层逻辑。这个故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得道高僧，叫做智公禅师。他是当时真正开了天眼，能够看透三世因果的圣僧。有一天，一户富贵人家办喜事，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张灯结彩，大红灯笼高高挂起，门口车水马龙，宾客们穿着华丽的衣服，满脸堆笑的互相寒暄。院子里更是热闹，杀猪宰羊，厨房里炖着各种山珍海味，香气四溢。主人家为了积福，特别请智公禅师来念经祈福。禅师走到这户人家的门口，往里面一看，原本应该是欢天喜地的场合，他却突然停下了脚步，眉头深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声叹息里充满了无尽的悲悯与无奈。旁人觉得很奇怪，大喜的日子，禅师为什么要叹气呢？只听见智公禅师摇了摇头，念出了一首让在场所有人，甚至流传千古，都让人毛骨悚然的干语。他说：古古怪，怪怪古，孙子娶祖母，女食母之肉，
子打父皮鼓，猪羊炕上坐，六亲锅里煮，众人来贺喜，我看真是苦。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智公禅师用他开悟的佛眼，看透了这家人前世今生的因果轮回。他看到的不是眼前表面的繁华，而是无数世以来灵魂之间纠缠不清的业力网。他看到今天穿着凤冠霞帼的新娘，其实是新郎前世的祖母。这就是所谓的爱河千尺浪，苦海万重波。因为爱得太深，反而被卷入了更深的轮回。让我们再用佛法的高维视角看得更深一点。这位祖母当年是多么心疼这个金孙，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他。临终前，他拉着孙子的手，那口气就是咽不下去，心里牵挂着，我走了，谁来照顾我的乖孙？这份执念在佛教中被称为情执，情执是最难斩断的锁链。他因为这股强烈的挂碍，不仅没能往生善道，反而堕入了轮回的漩涡，硬生生地改变了辈分，成了孙子的新娘。你以为这是浪漫的重逢吗？不，这是深重的业力捆绑。他再往院子里看，一个小女孩正津津有味地啃着一块猪肉，而那头刚刚被宰杀的猪，正是女孩前世的母亲。旁边一个乐师正高兴地敲着鼓，为婚礼助兴。那面皮鼓是用一头老牛的皮做的，这头老牛不是普通的牛，正是新郎前世的父亲。这位父亲生前为了撑起这个家，为了给儿子攒钱娶媳妇、买田地、起早贪黑、做牛做马，死后因为贪恋家产与子孙，真的投胎成了一头牛，继续在这个家里犁田拉车，劳累了一辈子，最后老了，走不动了，还要被宰杀，连皮都被剥下来做成喜宴上的皮鼓。儿子在婚礼上欢天喜地，却不知道每一声咚咚的鼓声都是父亲在轮回里受苦的哀鸣。至于那些坐在贵宾席上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亲友，前世其实都是被这家人宰杀的猪羊，今生投胎做人来当宾客。因果流转，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你，这就是六道轮回里最让人胆寒的底层逻辑。而现在锅里正炖着准备端上桌的肉，反而是这家人前世的六亲眷属，因为前世造了恶业，今生沦为畜生还债。这就是六亲锅里煮的震撼真相。智公禅师看透了这层温情面纱下的血泪斑斑，他叹气，是因为他看到世人把痛苦当成了快乐，把讨债的冤亲债主当成了心头肉，死死抱着不肯放手。这个故事听起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甚至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但它却残酷地揭示了佛教里最核心的概念：因果报应与业债法则。我们总是执着于今生今世的缘分，我们在世间所看到的亲情、爱情、友情，表面上是血浓于水、浪漫美好的相遇，但在更深的宇宙法则里，这其实是前世恩怨的重逢。宇宙就像是一个巨大且精准的会计系统，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个爱恨情仇，都会被精准地记录下来，形成所谓的业力。佛教里常说，不是报恩就是报怨，不是讨债就是还债。这句话道尽了人际关系的本质。你这一世遇到的亲人，有些是来报恩的，他们会无条件地支持你、爱护你，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但也有很多是你的冤亲债主。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伤害自己最深的往往是身边最亲近的人？因为亲人之间的牵绊最深，你们在过去无数次的轮回中累积了太多的爱恨纠葛，那些让你痛苦不堪的亲情，那些父母无端的偏心，那些伴侣莫名其妙的背叛，往往是因为你们上一世结下了深深的恶缘，这辈子
你们被迫绑在一起，你看不惯他，他也看不惯你，互相折磨，互相消耗。其实这一切都是在偿还过去欠下的债。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用这个更高的维度来看看六亲缘薄这件事。如果你和家人的关系很淡漠，从小就不被重视，如果你长大后跟亲戚朋友的往来也很少，没有太多的波折，也没有太多的牵扯，关系平淡的像一杯白开水，你可能会觉得委屈，觉得自己没人爱。但是请你仔细想一想，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你上一世甚至过去很多世欠的债已经差不多还清了。你们之间的业力纠葛已经微乎其微，你没有欠别人太多，别人也没有欠你太多。你就像是一个即将抵达终点站准备下车的旅客，你身上的行囊一定是最轻的。那些缘分深的人还在红尘的泥沼里痛苦挣扎，为了争夺家产撕破脸，为了感情背叛痛不欲生，他们还在互相亏欠，不断制造新的业力，注定要继续下一世的轮回。而你因为没有太多恩怨的捆绑，没有沉重的感情枷锁拖后腿，你反而能轻装上阵，你不再被情这个字死死地拴住，你有了更多的心理空间和自由，去追求灵魂真正的解脱。所以缘浅真的不是命薄，缘浅代表着你的业债已清，缘浅代表着你终于可以放下行囊，无牵无挂地走完这轮回里的最后一趟旅程。刚才我们听了智公禅师六亲锅里煮的故事，你可能会觉得那是古代的传说，或者境界太高，离我们这些每天为柴米油盐奔波的凡夫俗子太遥远。那我们就把目光拉回现在，看看这个纷扰喧嚣的现代红尘社会，看看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可能就是你亲身经历过的真实情境。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复杂度远超古代，我们面临的诱惑与压力也成倍增加。让我们来想象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现代人画面，有一个人，或许是你，或许是我，在婚姻里，你付出了一切，你舍弃了自己的兴趣，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家庭、孩子和伴侣。你以为你的退让与牺牲能换来天长地久，结果呢？最后却只换来伴侣的背叛与冷漠，曾经的海誓山盟变成了一地鸡毛，多年苦心经营的家瞬间化为泡影。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你的感情世界崩塌时，往往事业也会跟着出问题，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个时候，工作上也遭遇了巨大的挫折。你可能是一个只懂得埋头苦干的人，不懂得迎合拍马屁，不懂得办公室政治，结果被同事排挤、算计，甚至被小人陷害，背了一个极大的黑锅。老板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你，连多年的饭碗都快保不住了。我们把场景拉回你我最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想想看，在你居住的社区，或者你每天早上提着菜篮去逛的传统市场里，是不是常常看到这样的真实缩影？你可能辛苦了大半辈子，为了给孩子凑买房的首付，把自己的退休金都砸了进去。为了帮年轻人减轻负担，你放弃了去游山玩水，参加社区大学的梦想，天天留在家里顾孙子，泡牛奶，换尿布，累得腰酸背痛。你省吃俭用，连一件好一点的衣服都舍不得买，却为了孙子的补习费毫不犹豫地掏钱。你以为只要自己无私的付出，老了以后就能享受天伦之乐。逢年过节，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围炉吃团圆饭。但现实是什么？孩子们长大后，有的搬到了大城市，有的甚至定居海外，一年到头
也见不到几次面。除夕夜的饭桌上，你做了一桌子拿手好菜，等到天黑，只等来一句堵车不回去了的短信，你只能默默把饭菜收进冰箱，连续吃上1个礼拜，偶尔打个电话回来，没讲2句就嫌你啰嗦，匆匆挂断。你生病了，只能自己一个人坐公交去医院挂号拿药，看着别人都有家属陪着，你心里一阵阵发酸。走在社区的公园里，或者在庙口的大榕树下，你可能会听到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你看那个谁，生了3个儿子有什么用？过节都没人回来看看，真可怜哦。这些话就像针一样扎在你的心上。为了不让人看笑话，你还要强颜欢笑的敷衍。转过身，回到冷清清的屋子里，那种连一个说话对象都没有的孤寂感，真的会把人逼疯。为了寻求内心的平静，你开始往附近的寺庙跑，去做义工，帮忙切菜、打扫，跟着大家一起诵经。但刚开始，你跪在佛菩萨面前，心里求的还是保佑我的孩子事业顺利，保佑他们能多回来看我。你付出了一切，却活成了一个独居老人。可悲的是，你依然把所有的指望都放在那些对你越来越冷淡的六亲身上。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在乎的人，反而成了伤你最深的人。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灵魂暗夜。在这种人生最低谷、精神最崩溃的时刻，人的本能反应是什么？是想逃离，是想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绝大多数人的第一直觉就是回家，只想回到那个名为原生家庭的地方，寻求一点点温暖，哪怕只是一口热汤，一句没事，外面太苦就回来，有爸妈在。可是对于六亲缘薄的人来说，现实往往是残酷且冰冷的。当你拖着满身伤痕，身心俱疲地回到家，换来的可能不是一个温暖的拥抱，也不是关切的询问，相反地，你可能面临的是父母的不理解、冷嘲热讽，甚至是指责。你就是脾气太硬，凡事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吗？离婚多丢人啊！别人都能在公司待得好好的，怎么就你问题那么多，连份工作都保不住？甚至他们还会觉得你现在的处境给家里丢了脸，给他们添了麻烦，急于跟你划清界限。那一刻你是什么感觉？那一刻你的心是真的死了。你独自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天上下着倾盆大雨，你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身后空无一人，没有退路，没得依靠，连一个可以放心痛哭，不用担心被嘲笑的肩膀都没有。这世界这么大，竟然没有一个属于你的容身之处。这种孤立无援的黑暗时刻，真的很痛，痛彻心扉。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快要被这个世界彻底抛弃了，会在心里嘶吼，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我？但是，请你停下来，深深地吸一口气，换个角度想一想。在佛教的智慧与宇宙的高阶法则里，这不是绝境，这叫破茧。毛毛虫在变成蝴蝶之前，必须在黑暗狭窄的茧里经历撕裂般的痛苦。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苦才是人生的底色。老天爷为了让你变得更强大、更完整，为了让你的灵魂在这一世彻底觉醒，非必须单独给你安排一份最严苛，但也最特别的课题。有些苦，你就是得自己咬着牙扛下来；有些错，你就是得自己挺起胸膛承担；有些累，你只能在深夜里偷偷流完，然后明天继续笑着面对生活。当你发现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依赖的时候，这其实是老天爷送给你生命中最大、最珍贵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叫做彻底的独立。为什么这么说？
我想借用一部非常深刻的电视剧《天道》里主角丁元英说过的一段话。他提到，世间的文化底色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势文化，一种是弱势文化。这套理论完美地契合了佛教里自信觉醒的概念。什么是弱势文化？弱势文化的本质就是期待救世主，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依附心理。我们从小被社会制约，总盼望着出了事有父母帮忙撑腰，遇到困难有朋友两肋插刀，心情不好有伴侣包容体贴。只要一个人的心里还有哪怕一丝一毫等着别人来救我，等着别人来懂我，等着别人来爱我的念头，他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强大。因为这种人就像是一根依附在大树上的藤蔓，大树在的时候，他可以顺着往上爬，享受阳光。可一旦有一天大树倒了，或者大树不要它了，这根藤蔓也就活不成了。这种人把人生的主导权交给了别人，他在人世间是站不直的，永远无法体验到真正的海阔天空。而什么是强势文化？强势文化就是顺应事物的客观规律，不依赖任何道德期待。我不期待别人对我好，我也不期待命运的眷顾。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凡事靠自己。现在你明白了吗？你之所以六亲缘薄，得不到来自亲情的关心与陪伴，正是因为老天爷在用一种看似残酷无情，实则大慈大悲的方式，逼着你拔除心里的那份弱势文化。因为没有亲情可以依赖，你连做梦都不敢奢望有人会来为你兜底。你被逼到了悬崖边缘，退无可退，你只能选择长出翅膀，自己飞翔。古人说，凡心灭，道心生。当你彻底断开了对外在一切人事物的依赖，当你彻底放弃了等别人帮忙的弱者心态，当你真正明白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背叛你，唯一能拯救你的只有你自己时，你的内在力量就会在一瞬间彻底爆发。那是一种安静却无比强大的力量。你不再抱怨命运不公，因为你知道抱怨没有用。你不再纠结家人爱不爱你，因为你学会了自己爱自己。你开始把所有向外所求的注意力全部收回到自己身上。你走到水穷处，却能安然坐看云起时，你开始懂得享受孤独，在孤独中看清事物的本质，看清真实的自己，听见灵魂深处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六亲缘薄，在红尘里吃尽苦头的人，一旦熬过了那个临界点，往往能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走上生命觉醒的强者之路。因为没有了牵绊，就没有了软肋。你不再被情感勒索，不再被世俗的人情世故绑架，你迎来了真正的自由，一种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心灵自由。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处在没人依靠，陷入低谷的黑暗时刻，请不要害怕，更不要自我放弃。当外在的靠山全部倒下的那一刻，正是你内在神性苏醒的开始。请挺直腰杆，告诉自己，我行，我一定能闯过去。这份坚定的自信与真实的行动，就是你此生最大的福报。当你身后的靠山全部倒下，就是你内在觉醒的开始。这时候你可能会在心里暗自思忖，难道所有六亲缘薄的人都是来这世间修行的吗？这世界上孤单的人那么多，我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命理学、宇宙能量学和佛教的观点里，一个人与六亲的关系其实都是带着特定的使命和剧本来的。一个人能不能得到长辈的庇佑，兄弟姐妹能不能互相帮忙，这都不是随机分配的运气，而是带着前世的因果与今生的课题。那些天生六亲缘浅，
在感情和事业里经历过无数挣扎与痛苦，却始终保持善良底色的人，其实往往就是我们常说的天选之人，或者被称为老灵魂。老天爷不给你世俗的依靠，不让你沉溺在温室里，是因为你的灵性天赋特别高，为了让你走上觉醒的道路，去打破世俗的迷局，甚至去唤醒更多还在沉睡的生命，非会在你的灵魂和外在上留下5个特别的印记。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对照看看，自己是不是也具备这些特质。第一个印记，外表纯净，比同龄人显得更年轻，自带一种不染尘埃的气质。我们常在生活中看到一些人，明明已经经历了许多岁月的洗礼，甚至吃过很多苦，但他们的外表看起来总是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甚至有一种干净的童颜感。这不是因为他们吃了什么仙丹妙药，或是花了多少钱做保养，而是佛教常说的相由心生。六亲缘浅的人，因为早早见识了人性的冷暖，经历过痛楚后，他们选择了原谅与放下，而不是把怨恨积压在心里。当内心不纠结、不怨毒时，这股纯净的能量就会流露在气质和外表上。他们的眼神通常很清澈，像刚出水的荷花，容不下杂质。这份由内而外的纯净，是任何化妆品都无法模仿的。第二个印记，从小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拥有极强的自我管理能力。这类人通常在小时候就显得非常早熟，或者说他们骨子里有一种不需要被世俗教导的智慧，可能是在学业上特别有天赋，也可能是在艺术、哲学等某个领域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力。因为没有太多长辈的呵护与关注，他们从小就学会了独立思考，他们不需要别人一直盯着、管着，自己就能默默把事情做好。他们的世界往往比同龄人更深邃。当其他孩子还在为了一颗糖果哭闹时，他们可能已经在思考生与死、存在与虚无的问题了。第三个印记，自带疏离感，像是世间冷静的旁观者。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跟这个喧嚣的世俗社会格格不入？大家在聚会上热烈讨论着八卦，比较着名牌，追求着名利的时候，你却觉得索然无味，只想安静地退到角落。你就像是一个局外人，冷静地看着这世间的熙熙攘攘。很多人会误以为这是不合群，是孤僻。在灵性层面，这叫做观察者模式。正因为你没有被世俗的低频情感和物质欲望死死绑住，所以你看事情往往能直指核心，一眼看透本质。你深知这世间的一切繁华不过是过眼云烟，所以你很难对那些虚幻的东西产生强烈的执着。第四个印记，骨子里追求完美，有着不可撼动的原则与高洁的灵魂。天选之人通常非常正直、善良，他们有一条坚定的道德底线，不喜欢嫉妒，也不屑于跟别人明争暗斗，心胸非常宽广。但也正因为这份纯粹，面对红尘里的那些虚伪、谎言、勾心斗角和黑暗面，他们常常会感到极度的痛苦与不适应。这就像是一个拥有极高频率的灵魂，被迫生存在一个低频率的环境里。那种能量的拉扯会让人感到窒息。他们对自己、对别人、对事情的要求都很高，绝不将就，因为他们的灵魂深处一直渴望着，也记得那种最纯粹、最美好的宇宙境界。第五个印记，极高的悟性与佛性，直觉敏锐，能轻易接收宇宙的讯息。这是这类人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印记。六亲缘薄的人往往更容易理解万物之间的连接。你的第六感特别强，也就是我们说的直觉。有时候你甚至不需要经过逻辑推理，
就能直接感知到一件事的对错，或者一个人的好坏。你对佛法、玄学、灵性知识的感应也比一般人深。有时候别人听不懂的深奥道理，你一点就通；别人看不到的人生盲点，你1秒就能察觉。这说明你的灵魂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淬炼，你的修行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这份与生俱来的智慧是一种极大且亲近的福气。第6个印记，对大自然和万物生灵有着极强的共情力。六亲缘浅的人虽然在人际关系上显得有些疏离，但他们对大自然、对小动物却有着超乎常人的爱心与感应力。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比起在人群中应酬，更喜欢走进森林，坐在海边，或者只是静静地观察一株植物的生长。看到流浪小动物，你的心会不自觉地柔软，甚至会流下眼泪。这是因为你的灵魂深处知道众生平等，你不再局限于狭隘的人类血缘小爱，而是将爱扩展到了整个宇宙万物。大自然也是你最好的疗愈场。当你感到疲惫时，只要赤脚踩在草地上，或者抱抱一棵大树，你就能迅速补充流失的能量，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当你静下心来，发现自己集齐了这些印记时，你就会恍然大悟，六亲缘浅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它是老天爷赋予你的超级天赋。正因为你不用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处理亲戚家人的闲言碎语、控制欲和负面情绪上，你才能更自由、更专注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探索生命的意义。因为你知道自己身后空无一人，没有退路，所以你会比任何人都更勇敢、更努力去打拼。你深知今天拥有的一切来之不易，所以你更懂得感恩，更懂得珍惜自己争取来的一草一木。这份敬畏的心态和拼搏精神，反而会让你在事业和精神世界上获得比常人更高的成就。同时，因为没有传统的家庭网络可以依赖，你必须主动打开心房，去跟形形色色的人相处、合作。这种被迫练就出来的包容与广阔视野，反而会让你在社会上结交到更多灵魂契合的真正知己，获得更多意想不到的宇宙资源。你本来就没有什么沉重的前缘后果，你这辈子走的就是一条向内探索、自我修行的路。这条路虽然在世俗眼光看来有些孤单，但只要你勇敢且坚定地走下去，最终一定能达到身心大自在、性格清灵透彻的境界。你要明白，只有当内心真正具足了一切，不再向外界所求任何一丝温暖时，你才能真正放下虚妄的小我，找回那片广阔无垠的生命本源。既然我们明白了，六亲缘浅是为了让我们回归自我，踏上觉醒之路，那么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修行不是要你马上剃度出家，或者跑到深山里躲起来。真正的道场就在我们的柴米油盐里。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4个今天看完视频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只要你愿意试着每天去练习，就能逐渐转变自己的磁场，把这份清净的福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好运。第一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抽离观心法。六亲缘浅的人常常会在夜深人静时感到特别孤单，脑海里容易浮现那些不被理解甚至被伤害的回忆。从今天开始，在你准备睡觉前，花3分钟坐在床沿，闭上眼睛，想象你的意识慢慢升起到半空中，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着坐在床上的自己，在心里告诉那个自己，今天辛苦了，那些别人的冷漠与不理解，都只是这场人生剧本里的台词，
与真实的我无关。接着，把注意力完全放在自己的呼吸上，深深吸气，慢慢吐气。这就是一种观心。当你学会抽离，情绪就不再能绑架你，孤独就会变成一种享受。第二个行动，主动出击的结善缘练习。我们前面说过，既然得不到亲人的帮助，我们的路就得靠自己走出来。不要因为原生家庭的淡漠就封闭了自己的心。从明天开始，试着每天主动对身边的人释放一点善意。这不需要花大钱或做多伟大的事。去市场买菜的时候，笑着跟老板说声谢谢。在公司里，主动帮同事按个电梯，留个门。当你不再执着于向亲人索取温暖，而是主动向这个世界给予爱的时候，你就是在为自己结善缘。那些你生命中该出现的贵人，往往就隐藏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善意里。放开心胸，勇敢去寻找属于你的世间资源。第三个行动，守护能量的止语修炼。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尤其是被亲戚或朋友误解的时候，总会忍不住想要拼命解释，或者四处找人诉苦、抱怨。但是你要知道，抱怨是最消耗人体能量与福报的行为。从现在起，当你又遇到委屈，或者觉得孤立无援的时候，试着练习止语，什么都不要说，深呼吸，把嘴巴闭上，在心里默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简单的告诉自己允许一切发生，把开口争辩的能量省下来，稳稳地守住自己的心念与磁场，不乱花钱，不盲目冒险，把每一分精力都用在精进自己、打拼事业上，这才是真正的强者心法。第四个行动，书写一封不寄出的灵魂和解信。在练习了抽离、结善缘和止语之后，我们还需要处理内心深处残留的怨恨。找一个不被打扰的周末下午，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请注意，一定要用手写，因为笔尖与纸张的摩擦能更好地连接你的潜意识。在信里，你可以尽情倾诉对那些冷漠亲人的不满、委屈和愤怒，不要有任何道德评判，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哪怕是用词激烈也无妨。把这封信当成一个情绪的排污口，让你压抑了半辈子的负面能量顺着笔尖流淌出来。写完之后，深呼吸，然后在信的末尾加上这样一句话：我承认你们带给我的痛苦，但我现在选择把这些痛苦还给过去。从这一刻起，我的能量只属于我自己。最后，安全地把这封信烧掉，或者撕碎，扔进水里冲走。看着纸灰飞散或纸屑消失的那一刻，在心里默念：因果已了，业债已清。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完形仪式，而在灵性层面上，这是你在向宇宙宣告，你已经主动切断了那些消耗你的负能量锁。此外，随着你能量的逐渐提升，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你开始吸引不同的人来到你的生命中。过去，你身边可能总是围绕着那些喜欢抱怨、喜欢索取的人，但现在，因为你的频率变高了，你不再与低频的能量共振，你会开始遇到那些同样独立、温暖、有着高尚追求的灵魂家族成员。他们可能不是你的血亲，但他们懂你的欲言又止，支持你的每一个决定。这正是佛教中所说的法眷属。血缘上的亲人是我们无法选择的业力伴侣，而灵魂上的知己则是我们通过修行吸引来的愿力伴侣。当你彻底放下了对世俗亲情的执念，老天爷就会用另一种更高级、更滋养的关系来补偿你。你的人生将从求而不得的苦转化为不求自得的甜。你会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如此广阔，原来你可以被毫无条件的接纳与爱着，而这份爱的源头，正是那个已经完全觉醒、闪闪发光的你自己。最后，我想对所有正在屏幕前，或许正经历着人生黑暗时刻的你，说几句心里话。六亲缘浅，确实不是每个人都想经历的。我们生来都是凡人，渴望家庭的温暖、亲情的支持，这是最基本的情感需求。当你发现自己无依无靠，没人可信，独自在深夜里流泪时，那种身心备受煎熬的痛，我懂。但是，如果你现在正陷入低谷，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如果你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反而要恭喜你，因为你正处在人生涅槃重生的最佳时机。老天爷把你推到这个绝境，不是为了毁灭你，而是为了重塑你。凡事发生都有利于我，每一次的跌倒与痛苦，都是为了让你彻底断开对外界的依赖。无论你现在身处何方，遭遇什么困难，请学会换个角度，去控制自己的心念，境随心转。当你不再向外索求，而是用心去创造环境，当你用感恩的心态，开心地接受当下发生的一切，在心里告诉自己，允许一切发生，你的世界就会跟着改变。你要记住，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都是自足的，你不需要从外界去寻求认同与关爱，因为你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一切，你就是自己生命的强者。只要你愿意放下执念，回归最真实的自己，属于你的福报与平静就会接踵而来。人生这趟旅程，我们都是过客，不欠任何人，也不需要任何人的亏欠。在有限的时间里，好好善待自己，接纳孤独，享受孤独。如果你看到了这里，请在留言区留下允许一切发生，我就是生命的强者，或者写下你对自己、对家人的祈福。让我们在这里汇聚成一股温暖而强大的正向磁场，把这份慈悲与力量传递给更多正在受苦的人。感恩你的观看，愿你六时吉祥，身心自在。南无阿弥陀佛。如果这段视频带给你一丝平静与启发，诚挚地邀请你订阅关注这个频道，并将这份善缘分享给身边需要力量的人。我们在修心的路上彼此陪伴，共同精进。